好，那现在呢，民进党他们就说，因为绿的人一直拿不下了台北，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把台北说是这个天龙国，一直说这个台北这个非常非常蓝。我一再强调，台北没有那么蓝，因为讲到从2014年开始，台北是国民党单一的候选人，在1对1的选举里面从来没有超过45%。大家都在41%跟42%之间，然后呢，蔡英文在台北市2次总统大选，他都是53%、52%多，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甚至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最近有一个民调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是美丽岛这一次做了一切，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讨论。中国对台湾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或特区，就像港澳跟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岸以后不会发生战争，你同不同意？能接受居然22.4%，不能接受68.2%，22.4%大概就台湾48这个400万人。那你如果看到这个数字，你会讲那双北是天龙国，一定双北接受度很高，没有？你如果再看到了交叉分析，新北市能够接受这个说法的，整个台湾接受是22.4%哦，新北能接受只有15.59%，台北市只有16.61%，它在全台湾都最低哦。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你全台湾可以支持做所谓一国两制，有22.4%哦。你全台北市、新北只有15.5%，台北市只有16.1%，完全不能接受哦，完全不能接受的哦。不能接受的新北73.73%，台北市76.8%，也是全台湾最高，这比你高频高哦。就是说，双北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都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讲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就是我态度非常坚决，我非常坚决，是我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台北是多少？是67.1%，新北55.6%，这个也是全台湾最高的哦，就代表双北人是对一国两制最不能接受的。所以你如果今天郑丽文这样搞，你害到的是整个双北的选情郑丽文害到国民党的全国的选情，全国。但是这个议题我们要做另外一个解读了。我现在请问你了，如果台湾有400万人能够接受一国两制，台湾不是一国两制哦，讲清楚哦，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还有变成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或是特区，像港澳一样，我们讲很清楚哦，就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啊，我们不要讲一国两制，这样比较清楚一点。一国两制大家听不懂嘛？台湾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香港了，被香港一个省主是香港，台湾省。像港澳算是特区，我举例，我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香港也可以，澳门也可以，一个省也可以，就是变成这样子，然后不要打仗，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用打仗来逼你台湾人的话，台湾人会愿意接受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台湾人怕恐吓，只要中共恐吓台湾，两手策略，一边施压力，一边恐吓，然后一边怀柔，一边绥靖，两种力量。郑丽文就是干这个绥靖的事情，他干共匪的事情，就在那边吸收大家去当共匪，然后强调我要和平，要和平。他郑丽文每天讲他得和平诺贝尔和平奖，他要当他妈的到他妈国安局去当他妈共匪，妈的压起来拷问比较对的。对他应该到木栅，不是现在没有木栅，应该到北检去压他。是景美了，不是木栅。一个北检把他抓起来比较脆。好，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这两手一边400万人哦，你知道吧？好，那400万人会不会成长？我是习近平，看这个数字，我告诉你，军事上再施压力，再恐吓，文攻武吓的结果，会让有400万人愿意当中国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我如果再过10年，这24%、22.4%变成40%，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很简单，这个数据就会鼓励北京会在鼓励北京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对，台湾人用恐吓的会投降，这个很简单啊。你刚刚讲的是台北人很坚定，对，我跟你讲，台北人比较有钱啦，像我这种人如果是老共来的话，我就解汤啊，我就跑去了，我就到我第一个跑到日本去了，你知道吧？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我在日本那个什么与那国岛，与那国岛比较快嘛，100多公里嘛。我他妈的，我就买一条船，我就去，我要买船去可以吧？我揪你一起去，你家全家一起来，不是这个搞什么嘛？这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现在讲的意思说，鼓励中共，不是武力犯台哦。
他不犯台了，对，犯台成本太高了，恐吓你，他要恐吓你，然后你的这个你会怕的，居然会接受一国两制，会接受变成就港澳化，哎，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台湾呢。而你看看多的地方在哪里？还有多少地方在哪里？其实多的地方在哪？在叫中彰投桃竹苗，对，中彰投中部啊，中彰投桃竹苗，中彰投都是啊。对，所以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没有那么坚定的。当台湾人不坚定的时候，再出现郑丽文这种祸害的时候，这个不坚定的意识会松动的。所以这个灰色作战，郑丽文是代表一个灰色作战的一个引导者，他是一个灰色作战的战士。他是一个帮北京打仗的一个咖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提高22.4%的百分比，对，这才是真正的中共的一个长久看台湾的一个策略。他不会因为打仗，美国打伊朗一打300亿美金干掉了嘛，打仗太贵了，可是呢，来收买的话便宜，恐吓好用，恐吓更简单，恐吓他每天在那边游泳啊，飞机飞一飞啊，你就怕死了，就表示台湾人很孬嘛。那这种数据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台湾人用恐吓会投降。问题在这里，然后在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我们的总统，我还再讲一遍，跑去解汤啊，就没有办法帮我们争取一点我们的安全感嘛。然后我们的军购需不需要预算？需要预算，当然要预算啊，就表示说老子跟你干嘛。然后郑丽文在什么反其道而行嘛。然后总统有没有想要买？没有啊。就我们的领导者没有一个领导者，不管是赖清德或是郑丽文，都在看起来是做相反的事情，其实他们做相同的事情，都没有积极推动军购预算，搞到老共觉得有400万人想说，哎呦，这个政府不可靠，干脆我投降算了，就有很多有这种放弃跟绥靖的想法。对，但是我比较好，我要跑掉。所以我会这样讲。所以你在看政治就很有趣了。你在看政治常常会看到那个政治的底层的那一边，就说你不是看到我们常讲听其言观其行。你其实常常是说我这听其言就是听算，它是真正的关键在于说你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引导什么样的结果，而那个结果才是你真正的用心嘛。对，所以你看你不意外嘛，对不对？这个数字你不意外嘛啊？而再过10年，中国大陆会更大嘛？台湾可能台积电10年后移到美国去了嘛？我们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太不理你的啦，他什么都有嘛。所以我如何找到一个我们生存的之道？我们现在回来看到，像这一次的川习会嘛，我们的交通部的我们的外交部的这个政务次长已经讲了嘛，台湾有可能变成川习会的菜单。对，你昨天看到这个事没有？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严重。怎么有这种外交部次长呢？而且这个混蛋嘛，你要告诉我说川习会很危险，我们要怎么样对抗嘛？对他告诉我说我会变成菜单，那你变成菜单了，我吴子嘉跑掉了，我跟你变菜单，神经病了嘛？因为台湾问题一直都是中美问题之间最敏感的、最敏感、最隐晦不能谈的那个部分。已经要谈的啦，要上桌谈。它非常敏感，但是它以前又非常隐晦。然后所以呢，这一次非常特别的是在川习会，这是两边都同意哦。中国跟美国都说，我这次的川习会有3大主题：台湾、经贸跟伊朗，就这3个现在要透过川习会来谈。可是从来没有把台湾当成了我谈判桌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议题。之前习近平在在这个所谓的拜登总统的时候，曾经希望拜登讲过一句说：你反对台独，你只要讲反对台独，我很多东西可以配合你。拜登政府是否定了，否认，他不拒绝。拒绝之后，大家会担心说，你这个同样的东西会不会要求川普来继续做？那你就再带到了台湾现在这个反军购，你台湾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会不会让川普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让我们台湾人非常惊讶的东西？我应该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了哈，如果习近平跟川普达成用一个交易的方式，请川普，因为在结构上要改变台美关系不可能，军售不可能，台湾关系法不可能，他美国国会的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一项不利于台湾的这种法令都不可能。但是他可以要求川普在吃饭的时候用嘴巴讲，现在用嘴巴，不是用炮火，不是用枪炮，用川普的嘴炮告诉你说啊，我反对台独这4个字就好了。
他讲这4个字就好了，就 oppose the Taiwan independence，对，就是现在是 suppose 把它变成 oppose，嗯，就是一个英文字的一个字义的转变而已。对，那这个会对台湾构成多大伤害？这个有多少把伤？台湾，那第一个，你民进党台独党纲要不要丢掉？因为你台独在台湾是一个遥远的方向性，我们有一个方向性指向，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主张台独，可是台独在我们台湾人的心目中还有60几%，就是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有一个梦在前面，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在走。郑丽文的方向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有不一样的方向，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有7、8成，甚至于到9成以上的人的方向是偏向中华民国式的台独。可是如果今天不是如果，你认为川普跟习近平会谈台湾的议题的时候，没有可以讨论的议题啊。我算了半天，没有可讨论的。对啊，有什么好谈的？只有一句话可以谈，就是要请川普讲反对台湾独立。川普说美国反对，川普反对台独就好。对，也不要别人，川普反对台独。可是我现在非常困惑的是说，那现在中国还有那好，那我先问你，这会变成什么结果？什么结果？如果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怎么抗中保台？因为你反对台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就是你被中华民国啊。那你能抗中保台？就民进党坚持了将近有10几年，从2000年从阿扁到今天了哈，对不对？2000年到现在26年嘛，对不对？26年的时间，包括马英九都在反对一个中国。马英九也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都是反对一个。那今天如果搞到变成了一个中国的这个，不，我不想这两个东西，就是说就川普所有的政治利益上来讲，他不可能去接受一个中国。他如果接受一个中国，他连介入台湾的空间都没有。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我没有说要介入我没有说要接受一个中国，他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我问你，那反对台独是什么？那反对台，我现在不知道最后的东西。但我的意思说，反对台独就2个选项，你知道吗？剩下2个选项，你在法理上不能谈，不是，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对啊，就这样子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就是现在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变成中华民国台湾好了。那就蔡英文做的、啊。那我们的所以国民党当时一直在骂说蔡英文你借壳上市，他现在就是借壳上市啊。就剩借壳上一条路。他其实在借壳上市，就是剩借壳上市一条路。这就是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我现在请问你说赖清德怎么办？赖清德就是要搞台独到底的人、啊。没有，我不觉得在赖清德抗中保台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反抗中华民国？没有反抗中华民国、啊。不是论述会有新的叙事方式会出来啦。那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台湾有人做准备嘛？请问你有没有人做准备嘛？我倒不觉得说你今天在这个语言上面，因为刚刚讲到，你今天有台湾关系法，你今天的这个军售这个东西不会变，而且你在这个所谓的美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棋局里面，你要知道，我看美国的所有的做法，它不会都是临时起意。你如果要看美国的整个这种政策，你要去看它的很多的宣言或者的主张，你要从哪？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刚刚讲2025美国国家安全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同样不会。我只问你很简单，川普这个嘴贱，川普比川普比郑丽文啊，比郑丽文更坏，对，好不好？川普更坏，川普一定会出卖台湾，这是我相信川普会出卖台湾。好，我因为这个事情啊，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啊，我认为他们会改变啊，会主张台独，大家有空到《美岛电子报》去看一下了啊，看我对整个事情的推演。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台湾重要的新闻人物啊，有关这个有可能在5月14号的川习会当中有发生这个川普提出这个反对台独的主张的时候，我们台湾要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啊。这个因应的措施对民进党会限缩了我们台湾的战略空间。对，我觉得你要去看美中的关系，你要去看2个地方，你要去看伊朗，你要去看乌克兰。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今天很多事情搞不定，我必须要中国介入来搞定这件事情，中国在这上面就有发言权。现在在俄乌战场上，你很清楚了，现在是俄罗斯节节败退，他现在在第聂伯河那边本来占领的领域，他现在都已经退到第聂伯河的东边去了。接下来就看到伊朗，如果伊朗我们现在这个外面的讯息很乱，你到底搞定还是没搞定？你如果搞定了，没有中国的份，川普就不需要你中国，所以我跟你谈判中间，我没有要去
离你中国的。可是如果伊朗没搞定，有中国介入的空间，那个对台湾来讲才是比较麻烦的事。我现在告诉你答案就是伊朗没有搞定。你觉得伊朗没搞定？已经把伊朗议题放在台面上，请中国协助。这个已经有美方正式提出。所以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台湾问题跟伊朗问题是要绑在一起看的。不，这个我当然知道，这是我们两个。我在请教你，我说我们两个基本功嘛，对这个是基本功，这是全球现在有好几个大的议题，因为没有中国介入，他没有办法处理伊朗问题嘛。因为中国介入，中国是他最大的买家，中国如果在买，可中国会帮他多少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嘛。那这个问题要解决掉的话，当然中国是关键议题，因为中国在中东也有非常庞大的利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啊，包括阿联酋啊这些啊，他那些海湾国家对中国利益很大，所以中国是有海湾国家利益跟有伊朗利益，所以他才有基础请中国来帮忙。但是因为请中国来帮忙的时候，他把那个台湾议题套进来的时候，你台湾议题就变成一个筹码、菜单，变成一个菜单的，变成 menu。那菜单的东西来讲的话，不可能有碰到实质上的结构问题，那个碰不到，因为中美的冲突跟结构性的斗争，未来20年之内不会改变，所以他不会在这上面没有能力。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人物，他希望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易，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台美的做中美在出卖台湾这个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法律，在法律上做不到。法律因为台湾关系法是一个法律，他完全不是，包括现在的国会的架构了。对，因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一个，你知道一个笑话吗？我现在顺便补充一下，你刚刚喜欢谈的郑丽文，古立言告诉国民党，告诉这个郑丽文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他的条件？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议员现在选举，那所有选举的议员不愿意跟亲中的领袖见面，所以你定掉了郑丽文是亲中领袖，你的亲中领袖共匪啊，你到了美国就不会受到欢迎。对，不，等下拒绝接见，所以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啊，外交委员会主席，重量级的，他们的理由其中一项是不愿意跟亲中，因为我现在选举啊。所以表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是反感度很高的啊。可是在这件事，所以郑丽文刚好被拒绝理由包括这一项啊。我就跟你讲，所以在结构上不会有改变。可是川普不一样，川普这个人呢，自私自利啦，他为了他美国或者自己的此行的利益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出卖台湾。对，那出卖台湾程度很有限，就是在口头上的出卖。那口头上出卖就足以对民进党构成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认为说他很有可能会发表反对台独的论述。那他这样口头的出卖，北京会买单吗？因为你要北京买单，北京也同意，那你今天川普才会把台湾卖掉，你卖掉的代价是什么东西呢？不，他当然不是他如果川普讲这个话的交易的东西，当然一定是他目前他现在目前的交易的项目嘛啊。那当然，你说是不是能够换到伊朗？我觉得换不到，伊朗换不到。但是换什么买个几百亿的东西啦，买500架飞机啦，这类事情很好。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川普去见习近平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话，那个时候很憋屈的啦。所以他今天 Rubio 有开记者会，我有看，然后我也看到说川普也有宣布说他们现在，因为他的那个在美国国会的60天时间到了嘛，对，60天，有一个总统授权的停战期已经到了，所以他宣布这个所谓的这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全面停止嘛，现在要开始要一个成功计划，他下面有一个新的计划出来了，那新的计划是不打仗的，是搞威胁的，然后航母要准备撤出中东了嘛，然后航母撤出中东的时候，那问题来了，那你到底你这个。你现在多可怕一个国家！你现在在荷姆斯海峡，你到底能控制？你一个不是光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啊，光一个荷姆斯海峡已经够可怕了，它还有制造核武的可能性啊！如果它有核武，又有荷姆斯海峡，那么全世界被它威胁，我靠，他们这多可怕的国家！所以现在今天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就是那。这个技术来源是谁的嘛？中国的，当然中国嘛，中国的卫星，中国的商业卫星的资源
中国的兵器的资源全部都支援给他了嘛，所以中国是等于是半公开的跟老美在干嘛，他也没有跟你客气，对不对？好，所以他这个就是核战两手策略啦。那目前川普手上没有牌啊，川普不可能就答应他卖什么 GPU 啊，对，不可能卖不能卖辉达 GPU 啊，所以只有台湾这张牌。那台湾这张牌在历史上而言的话，在习近平的这个在对台独斗争这部分来讲的话，会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个习近平要，所以你就讲着这一次的川协会，你需要高度重视，就是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就是至关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的空间是被压缩，因为我在民进党内的主张就中华民国派嘛，我本来就不认为说台独党纲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说你台湾要，因为反而讲说台湾会可能更危险，但是台湾要庄敬自强的必要性更高，台湾的对军火对购买军火的需求更大，台湾要自行发展无人机或无人作战能力，我们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的这个更大的投入，变成要靠自己，因为美国人不可靠嘛，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拦截弹都打完了嘛，美国未来7年当中，他没有办法要提供我们这个爱国者飞弹或防空武器。所以未来几年当中，台湾要靠自己。那2030年之前到2035年之前，中共确实有犯台的企图心嘛？因为它条件越来越好，因为美国越来越弱嘛，所以用不对称作战的我们自己庄敬自强的这个努力，我们国家的领袖应该要自己本身要去投入，而不能够交给古立言来干这个事情。那古立言干的事情就是叫我们去买嘛。那我们应该要做嘛，研发再研发嘛，这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好，那你现在讲的最后一个观念，就是刚刚讲，不管是3800亿或是8000亿，其实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自主这个计划，而且无人机自主计划，不管商购了或者这些私购了，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另外的顺便。其实现在台湾美国是愿意把很多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给台湾的，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台湾没有办法发展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台湾现在，今天讲《纽约时报》今天都写了。《纽约时报》今天写，今天在乌克兰战场上，很多的无人机是跟台湾有关的，特别是他现在做了很多的不需要这个遥控的，就是说真的有 AI 功能的那个晶片，那都是台湾做的。那代表说台湾在这一块里面，我是需要钱，可是国民党刚好又把这一块。宝杰，我要打你一个岔了哈，我们要有一个国防的观念，要做个重大的转变。所谓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再用，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是一个小国家。美国是个大国家，我们不能用美国那种浪费金钱的那种富人的，他是非常有钱的国家，他可以拿他的这个800万的两颗飞弹去打一个无人机啊，800万美金去打5万块的无人机，这种事情台湾不能干啊，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干什么？台湾要认清楚自己本身，我们是一个没有钱的国家，对，我们不能用美国模式来保卫台湾。你要讲我们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我们要用台湾的模式，台湾的省钱的模式来保卫台湾。所以那台湾要靠自己的科技，我们有很好的半导体，我们有很好的机械工厂，我们有很好的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民间企业。那为什么台湾搞了几十年？我告诉你一个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大概2015年的10月份开始，这个最近几个月了哈，我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供应这个雷射炮给阿联酋，能够打10公里的，然后每一发炮的成本3块钱美金，3块钱美金，然后一次可以打到锁定120发，120架无人机。所以它的雷射炮已经有，台湾也有台湾有几个机场都有架设。我们台湾的发展雷射炮50年哦，结果以色列已经发展到10公里的射程哦。对，台湾多少你知道吗？多少？1公里。所以你就知道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中科院不弱哦，可是我们的将军想当官，只要去拍赖清德马屁，赖清德的秘书小姐可以跑到这个阅兵现场啊。就是没有要打仗，没有要求生存嘛，只想要当总统嘛，新潮流只想要贪污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没有人，台湾像以色列吗？
你看以色列会有这种数据吗？不会，以色列跟你拼到底嘛，狗力戏嘛，对不对？就台湾什么玩意儿嘛，对不对？他还搞个郑丽文，还公开讲他要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看到习近平跟看到他爸爸一样，对不对？就这种，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出自于政府非常无能，我们的军方一点这种求战的意志都完全没有。那这种国家，一般要碰到什么？碰到灭国的时候，卫国战争，国家快灭亡的时候会觉醒。我们台湾还有碰到灭亡有觉醒的机会吗？我非常担心。还好我已经70岁，反正我要绕跑了。好，到最后的问题，一个东西是，这次你看到郑丽文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力量，就是黄复兴。你现在纪凌莲过去是黄复兴的这个所谓的主任委员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懂的是说，这些人过去都是以反共著称的，你受的都是反共教育的，怎么这群这黄复兴的人现在变成了，你是极统极先锋，而且你现在所有的言论、你所有的发言、你所有的态度、你所有的立场，都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嘞。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匪谍的价格很便宜啊！真的，对，很便宜。当共谍都是2万块、3万块，还有2000、3000就当共谍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当共谍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台湾本身的问题嘛。你现在军人你有没有照顾嘛？他的军人的从意识形态上，到底为何而战嘛？他到底是要为中华民国而打仗，还是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嘛？我看的都不是嘛。赖清德一当的总统以后，他的军人、他的警察那么歹来没啊？这地狱嘛，然后地狱观念嘛，然后都只想求官呐，没有一个人想要真正救国了。台湾救国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搞得大家不是有台派吗？台派不是要救国吗？台派哪里有救国？台派在害国啊！台派在搞台独啊！所以这次如果被川普干掉以后，可能会是一个转机了。但是我认为领导人的企图心非常重要。我不认为因为民进党你看得很清楚嘛，民进党每天搞的东西最优秀的新潮流嘛。现在有新潮流，有几个人想要救国？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有当年许信良他们那种爱国的这种心胸吗？有真正爱国的领导人吗？国民党哪一个人有？你告诉我，没有。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好，那所以刚刚讲的，吴总在我们的节目后，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这样讲：全世界是一盘棋。你在看到这个全世界一盘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那个跟你无关，可是它跟你完全的密切相关。因为现在伊朗刚刚讲。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在谈判桌上面谈的就3件事情，一个就是台湾，一个是经贸，一个是伊朗，代表什么？这代表这3件事情是环环相扣的。刚刚吴董可能认为说，你的经贸问题可能会逼着这个我打台湾牌，也可能是伊朗的问题逼着打台湾牌。可不管怎么样，台湾牌现在已经变成了川普跟习近平桌上那个菜单了。过去我们刚刚讲，美国的国务卿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要么就当这个吃餐桌上面用餐的人。你如果不当用餐的人，你就会变成菜单，变成菜单你就会非常惨。那如果台湾现在变成菜单，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能扭转这个情势？还是做，然后不然对台湾来讲会有多么可怕的伤害？非常谢谢吴总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谢谢吴总，谢谢宝杰，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
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也就是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